金妮是一位单身母亲，一天的夜里，她遭遇了残忍对待，尸体被随意丢弃在了路边的雪地里。案发后，警方发现了许多线索，但通过进一步调查，他们没有任何收获。随着时间的流逝，案件很快陷入停滞。案发9年后，当地展开了一项悬案侦破任务，金妮的案子分配到了一位新上任的警探手里。这位警探非常认真负责，很快就发现了当年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警方抓获了一个近在咫尺又隐藏很深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浅见。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这里位于阿拉斯加州中南部，坐落在楚加奇山脉以东，靠近库克湾，人口约为29万人，是该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最北方的主要城市。主人公基尼·古兹莫出生于1971年5月5日，案发时28岁。基尼是一位单身母亲，尽管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挫折，但她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18岁那年，基尼生下了一名男婴，从此她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基尼的男友没有承担起应有责任，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他们，基尼不得不靠父母的救济勉强维持生活。因为孩子的缘故，基尼没有继续完成学业，他很早走出校园，进入了社会打拼。基尼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他能从事的只有那些繁忙的低薪工作。不过即便如此，基尼也没有放弃希望，他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为此，基尼找了好几份工作，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能下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尼和孩子的生活稍微有了好转，并且他也遇到了一位看起来能够托付终生的男人泰德。泰德比基尼年长几岁，他对基尼和孩子非常照顾，两人相识后不久便结为了夫妻。一开始基尼对这段感情抱有很大希望，但在生下3个孩子以后，两人产生了一些不可调节的矛盾，仅仅几年后他们就结束了这段婚姻关系。此时基尼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生活压力巨大，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房租都无法支付。然而更加不幸的是，这位坚强的女士又一次遭遇了命运打击，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情让她丢掉了宝贵的生命。2000年3月22日早上7点左右，一位卡车司机在路边方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鼓鼓的睡袋、一副拐杖和一包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黑色垃圾袋。这位司机感觉里面可能有值钱的东西，于是对这些物品进行了检查。塑料袋里装的是一些生活垃圾，而拐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接着他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睡袋上。当他拉开拉链准备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眼前的一幕着实把他吓了一跳。睡袋里装的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一具满身是血的女性尸体。这位司机被吓得连连后退，马上跑回汽车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经过确认，该名女性正是年轻的阿拉斯加原住民金妮。警方第一感觉认为金妮可能是被连环杀手所害，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3名原住民女性遭遇了类似的袭击。不过与前几起案件不同的是，这次凶手留下了许多线索。警方在尸体不远处找到了2个不同纹路的脚印，尸体发现的地方没有发现血迹，因此判断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至少有2人参与了犯罪行为。另外，拐杖和塑料袋里的垃圾也给警方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认为这些物品可能是在凶手抛尸的时候留下的。拐杖一侧有一个带有希根斯名字的贴纸，而垃圾袋里装的是一些账单和邮件复印材料，这些复印材料全都指向了一名叫阿拉娜的女士。时年52岁的阿拉娜是一名教师和2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则是当地著名的牧师。这个家庭在社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阿拉娜对自己的生活垃圾为何会在抛尸现场感到非常疑惑。尽管她不认识基尼，也从未拥有过拐杖，但阿拉娜还是给警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案发2个月前，阿拉娜的汽车被小偷盯上，盗走了很多个人物品。她怀疑这些生活垃圾可能是被小偷偷走后遗弃到了抛尸现场。阿拉娜的说法非常具有说服力，并且她还提供了当时报警时警方开出的回执单。
经过核查后，警方确信了这一说法，排除了阿拉纳一家的作案嫌疑。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起案件与盗贼有关，所以警方认为拐杖和垃圾出现在抛尸现场可能只是巧合。警方没有浪费时间追查小偷，决定通过尸检寻找可用线索。法医对金妮检查后，很快得出结论：金妮的死因为利器刺伤，死亡前没有遭受侵犯。她的身上一共有30多处伤口，遇害前曾与凶手进行过激烈搏斗。法医在金妮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凶手的生物证据，不过凶手的 DNA 与数据库中已知的犯罪人员全都不匹配。这份尸检报告让警方明确了调查方向，他们认为凶手一定对金妮怀有极大仇恨，犯罪动机肯定是出于报复，因此警方对金妮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广泛调查。通过走访金妮的家人和朋友，一名叫盖斯勒的男子很快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据了解，盖斯勒是金妮最后一任男朋友，两人在1个月前刚刚订婚，不过他们还没有等来婚礼，感情就先出现了问题。原因是盖斯勒在和金妮交往期间一直和多名女性保持着不正当关系，金妮不能忍受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便提出了分手。两人结束关系以后，盖斯勒一直想要回那枚价值不菲的订婚戒指，但金妮认为盖斯勒玩弄了她的情感，不想轻易归还。因为这件事情，两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人亲眼看到过他们在案发3周前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因为金妮被发现时手上没有戒指，所以警方有理由怀疑盖斯勒可能为了要回戒指杀害了金妮。鉴于这起发现，警方决定立即对盖斯勒进行审问。然而当警方来到盖斯勒登记的住址后，发现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现任房主是盖斯勒的朋友格雷迪。格雷迪向警方证实了盖斯勒和金妮因为戒指发生冲突的事情，并且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检查房间的要求。尽管盖斯勒在搬家的时候带走了大量个人物品，但经过仔细检查后，警方还是发现了疑似谋杀的证据。他们在盖斯勒曾经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带有血迹的睡袋，这个睡袋不论是款式还是大小，都与案发现场的睡袋非常相似。为了确定血迹来源，警方对这个睡袋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睡袋上的血迹与金妮的血型完全一致。这个发现让警方几乎认定了盖斯勒就是凶手。通过知情者提供的线索，警方得知盖斯勒正藏在女友的家里，于是他们立即前往展开了抓捕行动。当警方敲开房门表明来意后，盖斯勒的女友非常敷衍地告诉警方，盖斯勒不住在这里，他也不清楚盖斯勒目前的去向。警方对盖斯勒女友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提出了进屋检查的要求。然而话音刚落，做贼心虚的盖斯勒突然从后门冲了出来，强烈的求生欲让他跑得飞快，一溜烟的功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警方追了好几里地都没有抓到他。盖斯勒的种种可疑表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不过自从逃跑以后，盖斯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了任何音讯。没有办法的警方只好把他的名字录入进了全州的预警系统中，这样盖斯勒只要在阿拉斯加任何一个地方留下身份信息，当地执法部门马上就会收到相关提示。比较庆幸的是，这个办法很快发挥了作用。大约过了5个月后，安克雷奇警局在处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时发现了盖斯勒的嫌疑人身份，随后他被移交给了凶案调查部门接受审问。原本警方认为盖斯勒在证据面前会很快承认罪行，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盖斯勒不但没有认罪，而且还对所有事情做出了合理解释。按照盖斯勒的说法，睡袋上的血迹和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金妮在生理期的时候不小心留在上面的。至于他逃跑的目的，的确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调查，但是也和谋杀案毫无关系。实际上在案发前段时间，他在开车回家的时候与另一辆汽车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由于他没有驾照和车险，无力承担赔偿费用，所以才为了逃避责任一直到处躲藏。警方对盖斯勒的说法表示怀疑，于是采集了他的 DNA 进行了比对。令人意外的是，盖斯勒的 DNA 与凶手完全不一致。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又陆续调查了几十位可疑人员，但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始终没有抓到凶手。案发6个月后，警方接到了一起新的报警，距离金妮抛尸现场30公里外，一名叫德拉玛丽的原住民女性也遭遇了类似的袭击。德拉玛丽当时33岁，她被歹徒殴打和侵犯，尸体遗弃到了一处偏僻的农舍里。
德拉玛丽案的发生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恐慌情绪，因为安克雷奇已经接连发生了5起针对原住民女性的袭击事件，并且这些案件全都没有得到解决。群众们认为警方没有全力调查，才导致凶手一直逍遥法外。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了对执法部门的强烈不满。面对来自群众的压力，警方成立了一个特别侦破小组，他们详细梳理了5起案件中的所有细节，试图找到共同点。然而他们花费了上千小时筛查了大量嫌疑人，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这5起案件是否是同一人所为。由于缺乏线索，金尼案和其他受害者的案子逐渐陷入停滞。2009年，金尼遇害9年后，阿拉斯加州警局为了解决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冷案，给各地执法部门下达了悬案调查任务。金尼的案子也因此重新回到了警方的视线。这次金尼案分配到了一名叫大卫的警探手里。大卫警探以前是一名治安巡逻官，前不久刚刚被警局晋升为刑事调查警探。虽然他并没有多少办案经验，但是做事非常认真负责。通过仔细查阅当年的办案材料，大卫警探很快就发现了当年办案中存在的重大失误。这个失误就是没有搞清楚第一位嫌疑人阿拉娜在接受调查时所说的失窃案和生活垃圾被发现的时间顺序。按照阿拉娜当年的说法，汽车被盗发生在案发的前2个月，也就是2000年1月，但实际上邮件复印材料上标注有明显的时间戳，邮件是在2000年3月接收并打印的。明显失窃案发生在邮件接收之前，所以生活垃圾根本不可能是小偷遗弃的，很有可能是阿拉娜当年撒谎了，或者是阿拉娜的家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丢弃了这些垃圾。总之不管怎样，垃圾出现的地方非常不合理，阿拉娜和她的家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掌握了这条关键线索后，警方立即对阿拉娜一家进行了调查。阿拉娜夫妇在社区中具有良好的口碑，他们都是正直的公民，没有过犯罪前科。警方认为这对夫妻的作案嫌疑不大，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的小儿子德里克身上。当年德里克只有17岁，正处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而且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警方认为德里克具有作案时间和能力，于是立即对他进行了审问。来到审讯室后，德里克表现得非常放松，他谈到了对金尼案的看法，还和警方聊起了家庭关系，看起来完全不像凶手的样子。然而当警方提出索要 DNA 要求后，德里克的语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语调，告诉警方提供 DNA 需要先经过母亲的同意。I need to talk to my mom first. I mean, my mom would be mad if you're asking about my DNA. Seriously, I'm being Okay. I'm just asking. Right. I mean, I just. 德里克这种异常的表现很快引起了审问警员的注意。德里克已经27岁了，不是小孩子，拿出母亲作为挡箭牌，很明显是心虚的表现。不过当时警方还没有获得相关手续，无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于是在审问结束后，警方立即对德里克进行了调查。警方了解到，当年德里克曾是校队的一名橄榄球运动员，而橄榄球这项运动以激烈的身体对抗而著称，所以运动员受伤就是一件比较常见的事情。考虑到这一点，警方认为案发现场找到的那副拐杖可能与德里克有关，于是他们决定就从这副拐杖开始着手。调查的切入点是拐杖一侧贴有希根斯名字的贴纸。警方走访了德里克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重点询问了他们是否认识一名叫希根斯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警方很快确定了希根斯的身份，他就是德里克的橄榄球教练，而这副拐杖是德里克在训练受伤的时候希根斯借给他使用的。现在警方已经找出了德里克与本案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马上申请了相关手续，强制采集了德里克的 DNA。 检测结果表明，德里克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完全一致。面对铁一般的证据，狡猾的德里克表示认罪，但他只承认帮忙处理过尸体。按照德里克的说法，当年他在披萨店做兼职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叫路易斯的男人。路易斯是他的同事，也是一名小毒贩，他们的关系很好。平时他会帮路易斯做一些包装和称重违禁物品的工作，用来赚取生活费。为了减少被抓的风险，他们会在披萨店关店以后，从店里完成这些非法活动。案发当晚，路易斯接到了很多订单，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需要赶在交货前提前包好所需的违禁物品，所以他们下班后马上开始了包装违禁物品的工作，完全忘记了锁门和挂上店铺关门标志的事情。
金妮在路过披萨店时没有看到关店的标志，以为店铺还在正常营业，于是就走进披萨店准备购买披萨。当时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包装违禁物品，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进店铺。当他们发现金妮的时候，金妮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违法行为。路易斯非常担心金妮会把这些事情告诉警方，于是就对金妮实施了犯罪。德里克声称，当时他一直在门口盯梢，没有看到路易斯的犯罪经过，只知道路易斯用刀刺伤了金妮。作案结束后，他和路易斯打扫了犯罪现场，然后把金妮的尸体装进睡袋，开车丢弃到了偏僻的公路附近。由于当时他们非常紧张，所以没有仔细检查车上的物品，他们把车上能看到的东西全部丢弃了，包括那副借来的拐杖。警方对德里克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金妮指甲缝里为什么会有他的生物证据没有得到解释。于是警方又对德里克进行了测谎，结果表明德里克撒谎了，他并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警方认为德里克的大部分证词都是真实的，只是他避重就轻，把主要责任推给了同事路易斯。不过警方遇到了一个难题，路易斯在事发1年后意外离世，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他们无法核实这件事情。如果贸然以谋杀罪起诉德里克，从当时的法律来看，他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因为德里克的履历非常干净，而且也没有办法质疑他的说法。警方没有信心通过其他旁证说服陪审团，他们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于是无奈和德里克达成了认罪协议。2013年7月，金妮遇害13年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由于已经达成了认罪协议，所以陪审团很快做出裁决，最终德里克仅以过失杀人罪被判15年监禁。这样的量刑并没有得到金妮家属的认同，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被迫接受现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完全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如果当年办案警探注意到邮件复印材料上的时间，又如果调查一下拐杖上的名字，这起案件就不至于走向死无对证的地步，凶手也能很快被抓获。虽然抓到凶手不能挽回受害者的生命，但至少能给受害家属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但现实是残酷的，没有那么多如果和假设，错过了就永远无法弥补。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